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不是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，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三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件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起雾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
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56没大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56大。你好，压定离手。不好，虽控制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骰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！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。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鱼哥。
金霜，赵子柔，日如印。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来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唐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雨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？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
这种程度，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
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为人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无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吴昕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2人？
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，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况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度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血生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、天启四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所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穆良城，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、南雪月、东无双、西穆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穆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穆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
这可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梁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啊？快到了，走。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梁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孤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青阳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木梁城，孤剑仙。
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憨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愿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憨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刘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4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，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
刘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信，采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死吧！萧瑟！吴昕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你背叛了我爹。
12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来杀我？我问忘忧大师，他说：“世间凡事皆有因果。”还给我讲了很多佛理。我不是和尚，也不懂这么多道理。我就是在想，你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会做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把刀递给你。就是他害了我爹！我要你杀了他！现在就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诸法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。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。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。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
这家伙真邪门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石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9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
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血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了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不想，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静舟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瘾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瘾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1人1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哪儿也不去，弟子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，我们并非师徒，只是有缘，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程罢了。
如今，我陪你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继续往前走了。师父，师父！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勿忘本心，切莫回头。这伞能遮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你心里的雨呀。来，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，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的。无心，谨遵师父法旨。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尽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无心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我听师父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鱼师。难道无心的目的，既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无心师弟不是魔，师父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。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
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！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哈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嗯。你说的没错，师兄，这无心先生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
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呢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1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无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无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无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元年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
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绿水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杰克，好嘞。
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！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你看，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瑟，是这雪落山中的老虎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该10两。买5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号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正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
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这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1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。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，你可得留下。哦。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。然后，前任，
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。少林寺。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。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2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。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2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，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。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
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。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。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，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5大剑里的第2高手掌香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。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。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鱼师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。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你这下的什么棋？这雪月城里，你练你的剑，酿我的酒，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动。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
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吴昕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就很少同吴昕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吴昕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。师傅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我自小出生在唐门，门规森严。12岁前，在内房6门修炼心法读书；16岁时，练成了外房32门的所有暗器手法；17岁时来到雪月城，拜师尊为师，至今已有6年。这23年间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，我只需要完成即可。这平心而动，我不太明白。有什么好琢磨的？师兄，你就慢慢想吧。本姑娘啊，先去睡觉了。无禅师傅，明天就要到鱼师了，若见到令师弟，你会怎么做？平心而动。堂兄慢想，在下先回去睡觉了。平心而动也好，随心随性随缘也罢，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了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更何况在马车上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这么瞻前顾后的，哪有个少年郎的样子？想不通就先别想了。明日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昕，吴昕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
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昕身上的魔气。吴昕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。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哎，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哎，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应该是我师父为何离世？行事那虚伪之人，难道无言自辩，无所居真，无法继续活下去？不是，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
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莲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昕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昕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深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昕，别做傻事。我燕氏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就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。吴昕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10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毁去。
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无心。 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，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 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吴昕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。 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 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服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常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12年前，我曾和忘忧打了个赌。打赌？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赌局从来就没成立过。这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啊。 看来是老和尚赢了。无心师弟，收。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看来九龙门的人败了。